小五突然馋起大龙虾，趁着天好，决定带着木头头和马提亚斯去海边的海鲜市场转转，看能不能遇上好的大龙虾，买几只回来解解馋。买大龙虾解解馋，万里无云的天，看住心情就好。海鲜市场离家有30来公里。老规矩，打个蹦蹦不走路。今天运气好，打的蹦蹦居然是辆新车。非洲的蹦蹦和国内的三轮车社会地位完全不一样，买辆蹦蹦新车，当地币要花600多万，折合人民币得2万多，这价格对当地人来说算是相当的昂贵。小五久居非洲，这还是第一次打到新车。小五去的是当地一家比较小的海鲜市场，一进市场大门，过道的两侧停满了摩托车，陈旧破烂的摊位和国内村里的菜市场规格陈设差不多。别看市场不大，来这交易的人却很多。由于市场靠海，很多人就选择直接在海边交易。木头头和马提亚斯带着小五也往海边慢慢走去。刚逮完鱼虾回来的渔民，把战利品全装在一个小桶里，拎着小桶站在沙滩上，和来往的买家攀谈着。桶里麻麻杂杂的，具体有啥就得随缘。想要大货、硬货、好货，就需要耐着性子慢慢寻找。海边停靠着许多小船，小到什么份上，船体直接是一棵树。当地人砍了粗壮的大树，掏空内部的木材，将就树干做成了小船。这种船真是名副其实的香蕉船，两头尖尖，身子长长。渔民对于这种船要求也低，船不再大，能划就行。渔民喜欢划着这种船到远处的礁石上逮龙虾，走了好一阵都没遇见有人逮到大龙虾。小五一行人只好沿住海边继续往前走，边溜达边到处瞅，总算遇到个逮着龙虾刚下船的渔民。渔民一打开袋子，大龙虾的长触须就弹了出来。小五还没来得及看清货色，渔民就把盖子合上了。他说他要去店里和下秤，他不知道这只大龙虾有多重，生怕卖亏了。看样子这单生意是黄了。三人沿住沙滩继续走，空旷的海边视野超级开阔，虽然太阳很晒，但海风徐徐，人的心情也变得极好。印度洋的海水格外的咸，但温度适宜，特别适合下去游泳。沙滩上到处都是乱爬的螃蟹，别看螃蟹小，8条腿全撒开了跑，那速度也是很惊人的。木头头玩心大起，指着一只死螃蟹就想挑衅恶心小五。看住已经去见了阎王的小螃蟹，小五突然想起4大名著里的黛玉葬花的片段，恶趣味的微蹲下来，五指合力啄起一撮沙，给螃蟹盖了起来，心里默念祝早登极乐。这只螃蟹若是在天有灵，看住自己的新坟，会不会说句听我说谢谢你？埋了吧，埋了吧。找鸡肉男老板买大龙虾，海边一直没能再遇上有大龙虾的渔民。小五和俩保镖又折回市场，打算去海鲜贩子那看看。7弯8拐，总算找到了有货的那家店，但这家的位置让小五有些心虚。深巷之中，低矮的空间，破旧的陈设，大龙虾还养在最里间。老板是个5大3粗的魁梧肌肉男，要是今天只有小五一人，别说买虾，就是连店门小五都不会进。要不是里面还算前进，真和国内的黑作坊没区别。一走进去，肌肉男老板就拿出几只琵琶虾给小五看，看住这琵琶虾的外形，也不知道是螃蟹出了轨还是虾爬子劈了腿，长得太丑，但个头大。
这醋一倒就是半碗，原来木头头和马提亚斯倒调料都喜欢半包半包的整，出处在这那。看来他小五磨不过他们，小五只好随意挑点海货，把跟了一路的那几个大海螺买了，又买了些螃蟹，装了一大袋子，算算价格，花了人民币100块钱。这里人太多，还是赶快回家才安全。老规矩打个蹦蹦，等红绿灯的间隙。小五看住旁边有卖冰棒的油商，招呼过来，买了4根冰棒，加上司机共4人，1人1根，惬意。一到家，马提亚斯就把海鲜倒在地上，刚才还活住的大螃蟹全都变得蔫蔫哒哒的，甚至还有一只螃蟹断了一条大长腿，不少螃蟹已经死了。
海货就得趁着新鲜赶紧洗洗，可这活太为难俩马赛人。海鲜这玩意在马赛部落是没有的，出于对未知事物的恐惧，俩马赛人抓螃蟹时就活像抓的是烧红了的炭，那叫一个烫手，抓起就忙着往盆里丢。至于会不会摔得缺胳膊断腿，那就管不了了，就算抓的是死的，俩马赛人也没有温柔以待，照样直接丢。死的，死的，你俩太夸张了，被你俩整的我都没食欲了，都冻冰箱吧，下次吃。马赛人之所以不吃海鲜，除了因为他们的部落本身不产这些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他们觉得这些海鲜长得太奇怪了。就拿海螺来说，造型就有很多种，不仅味道腥的难闻，有的抓起来手上还黏糊糊的，太恶心了。木头头和马提亚斯不喜欢海鲜，不吃海鲜，纯属本能抗拒。这要整的是一盆牛肉，那木头头和马提亚斯挑洗的画面，立马就能变成另一幅风景。